它是瓜岛争夺战的序幕，它是瓜岛战役的第一次海战，它是一场双方均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的海战，它就是萨沃岛海战。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942年6月，由于中途岛海战的惨败，日本海军只得推迟了原计划进攻新卡里多尼亚、斐济等代号为 FS 作战行动的实施。随后，为了增加防御力量，同时也为了补充舰载机兵力，日本海军制定了一项所谓的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东部航空基地建设的作战计划，代号 SN。这其中就包括了日军第4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提议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设机场的行动，即大概能在8月5号进驻30架战斗机和舰载机，8月15号进驻一个航空队。但事实上，日军在7月底就已经在瓜岛建立起了一条跑道，日军战机随时可以派驻该岛。7月26号，出于井上成美和日本海军司令部均认为美军不会出现在西太平洋诸岛的考虑，由三川军一中将指挥的第8舰队接替第4舰队，被派往了西太平洋地区担任警戒任务。但是令日军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日军在7月初便开始在瓜岛上修筑机场的行动，使得美军出于一旦机场建成将会对美国至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造成巨大威胁的考虑，马上将第1阶段作战目标改为瓜岛和图拉吉岛。1942年7月31号，搭乘着 1.6 万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的美国海军南太平洋舰队2栖舰队，在里奇蒙德·凯利特纳海军少将的率领下，由斐济岛向瓜岛进发，包括一个驱逐舰警戒群，以及萨拉托加号、大黄蜂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在内的支援和护航舰队，由法兰克·杰克·弗莱切中将指挥。瓜岛是所罗门群岛第2大岛，地处赤道以南的低纬度，典型的热带气候，炎热潮湿。岛上远非人们所想的金色沙滩，长满棕榈树的热带风光。热带植物因为雨水丰沛而生长得极其茂盛，这也导致了数百年来自生自灭的植物腐烂，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使得疟疾横行。8月7号上午，由于天气恶劣，日军并没有对盟军的行动有所察觉，使得盟军登陆部队在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之后，随即便开始了登陆行动。由于盟军的登陆行动太过突然，令驻守该岛的日军始料未及。8月8号晚上，盟军占领瓜达尔卡纳尔的机场，但是以拉包尔为基地的日本海军飞机也在8月7号和8月8号2天内数次对盟军2栖部队进行了轰炸。而在经历日军的连续轰炸后，出于燃料已经所剩不多的和担心航空母舰会遭到日军战机攻击的考虑，盟军护航编队司令弗莱切中将决定在8月8号撤出作战区域。同时，正在指挥负责给瓜岛卸货的盟军2栖舰队司令特纳少将也认为，如果没有护航编队的保护，他也必须尽快撤走他的运输船只。随即决定第2天车队前的夜间尽快卸货。但是特纳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他晚撤1天的决定，给了日军可乘之机。其实早在盟军登陆瓜岛的当天，日军第8舰队司令部就收到了紧急驰援瓜岛的命令。日军第8舰队司令三川军一中将随计划用此时只有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的第8舰队进攻盟军剩余的护航编队，最后用1个大队的海军陆战队夺回被占领的区域。三军川一，日本海军中将，1888年8月29号出生于日本广岛县，毕业于日本海军军校38期。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第3战队司令官，参加过偷袭珍珠港、中途岛海战等战役。1942年7月任第8舰队司令长官。8月7号下午2点左右，在第8舰队按照计划向瓜岛海域进发。8月8号晚间，盟军因为三川军一的谨慎前行，并没有注意到日军的动向。日军遂派出水上飞机等对周围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当天晚上10点30分，第8舰队排成3公里长的纵队，悄悄地摸进了瓜岛水域。从头到尾是鸟海号、青叶号、加古号、伊利号、古鹰号、天龙号、西张号和驱逐舰西直号。8月9号凌晨44分到凌晨54分之间，日军突然发现了前方9公里外的盟军布鲁号驱逐舰。但是布鲁号驱逐舰却因为雷达乱反射严重，导致无法使用，竟然把日舰错认为是自己人。而为了躲避布鲁号，第8舰队在三川的命令下，暂时转向萨沃岛北端减速行驶。
在后来确认没有暴露后，便改变航向，加速转向萨沃岛南端继续行进。凌晨1点25分，日军第8舰队已经完全进入到美军作战区域。三川军一此时见时机成熟，于凌晨1点31分下令全舰开火。日军使用舰炮和鱼雷奇袭盟军舰队，仅用了6分钟就重创了南部地区的美军舰队，而美军却直到10分钟之后才发现日本舰队，但是为时已晚。日军舰队此时已全速向北部冲去。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部美军在遇袭之后竟然没有向北部美军发出报警，使得北部美军在遇袭时还没有进入到战备状态，最终导致北部美军同样损失惨重。凌晨2点16分，在对美军护航编队造成不小的打击后，日军内部就是否继续攻击美军运输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的日军舰队已经队列混乱，重新列阵要花费不少时间，且各舰的鱼雷管不仅也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装填，而且鱼雷和炮弹也消耗了不少。再加上担心就在附近的美军航母，因此三川军一认为，如果继续进攻，就很可能无法在天亮前撤出美军作战范围，于是决定在凌晨2点20分下令撤退。但是令三川想不到的是，美军航母此刻并不在这里。萨沃岛海战，美国共参战6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8艘驱逐舰、4艘重巡洋舰沉没，1艘重巡洋舰受创，1艘驱逐舰沉没，2艘驱逐舰受创，阵亡1277名水兵。日本共参战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重巡洋舰受损，阵亡58人。此战是美日两军为争夺瓜岛而进行的一次海战。日军依靠极其较强的夜战能力、缜密的战前侦察、准确的舰炮鱼雷攻势，获得了一边倒的大胜。但是因为三川军一没有将美军运输船只当作主要的攻击目标，使得美军登陆部队并未遭受损失，导致为了以后的争夺战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三川也因此受到了山本56的批评。而美军在本次海战中可以说是破绽百出。第一就是作战部署问题很大，把实力颇强的护航编队划分为3部分，并且划区巡逻。一无战略全局考虑，二无健全的协调作战体系，导致被日军各个击破。第二就是对敌情的分析出错，导致没有做战前准备，加上盟军官兵警惕性不高，战斗意识较低，侦察不力，联络迟缓等原因，最终导致了此战的惨败。虽然美军的漏洞很多，但是美军在海战过后也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在以后的作战中不断改进，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萨沃岛海战，日军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战略上却并未成功，导致美军最终在瓜岛站稳了脚跟。此战也被日本海军认为是失败的，而美军也同样认为这是一次耻辱之战，成为了一场罕见的双方均认为自己是失败者的海战。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